国防部的发包怎么变成了接连出包，变成了鬼话连篇的鬼故事？来，我们来看这段画面。立法院的一个询答过程，注意看郭立雄部长的表情，到底徐巧芯问出了什么，让口才偏激的大律师部长居然出现这个表情？等一下，1秒钟、2秒钟看完资料之后，下巴都要掉下来。为什么？因为部长居然状况外大大的张一张嘴，什么事情可以吓到他？好，建良哥，还有我选的观众朋友。正当国防部跟大家讲，我们都会依法合约，对不对？完全没问题的时候，竟然顾立雄闹鬼，为什么？因为先前一路从福麦到大石到这间叫做红章茶叶，对不好？他做什么？电脑维修，我们前2天跟大家谈过啊。那顾立雄跟大家讲说没问题，因为他就是会维修电脑。结果呢，1个2个爬书，立法委员去查了，又讲说，等一下。上电视侃侃而谈，这位林怡君，他都敢面对媒体，但是他侃侃而谈，到后面又挂号，有一点点口无遮拦。他在网络上写什么？他说：“反正我只是人头，反正我只是人头，应该也没事吧？”然后接受访问的时候讲说：“我也没有去投标，我也没有去开标，我就得标了，励志的故事，哦耶！”所以呢，这些讲法让大家觉得说是国防部在乱搞，还是会出大事所以回过头来，顾立雄部长先前都已经跟大家讲啦，完全看资格，而且呢都是合法的厂商，都合法的得标。都真的是有执行他的标案，有去维修，有交货，有弹药抵火，有这个相关的这边 RDS 的这个炸药，对不对？打开马群公，那国防部也在闹鬼啊。结果一个 po 文，让大家讲说，哇，这个得标厂商的言行，看来有一点点出乎大家的意料，让顾立雄部长导播再看一次，说一共一起人头呢，哈，人头啊，你们都表示跟我们的标案有问题。加一条有没有？顾立雄嘴巴开开，错一条啦哈。好，那当然了，观众朋友，因为这个 case 到现在为止哈，立法委员还在追他的这个电脑维修案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叫做红章茶叶嘛，他现在讲说我要改成是红梁电脑，对不对哈？第二个，那你的有没有在做？有没有相关证照？之前有一个立法院的案子，我们也讲过了，他的驻点人员没有相关的证照，所以就没有办法拿到钱。第三个就是说，你知道在过往当中，你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来，我们把这个细讲哈。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连人去开标都没有，这个其实因为我没有投过标，他意思说我有投标，我虽然没有在现场看他开标，也 OK 是不是？那他说他就打电话来，我们标到了，反正我只是人头，应该没事吧？像这样的言语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什么？大家会觉得没信心，这是不是正经厂商？这是不是能够做到后续的维修？还有第三个，这里没有讲到的，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国防相关的电脑系统兵推容易力出力的时候，会不会什么有没有军事机密漏出去了？好，以上所述的所有内容很简短的跟观众朋友报告，国防部讲说不会，因为它只是维修，它不会取得什么机密的资料，这是一个一般的标案。第二个，他的合伙人这个叫王红军。怎么当工读生？后来发现说他讲法是什么？所以我说这个林怡君他很敢讲，侃侃而谈，但有一点点口无遮拦。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聘用他当正式员工，因为他还有相关劳健保的问题，所以呢，我就叫他工读生，论件计酬，有需要的时候再来。然后一边讲一边在干嘛？在弄茶叶。大家就讲说，这还真的是斜杠他到底是茶叶行还是个电脑维修公司？所以这一些谈话都会让大家觉得说，为什么一个看起来不是大家想象中拥有高科技的电脑系统兵推的公司，它得到这样的标案，而且是在5年之内拿到了16个标案，有没有相关的标案这么的多，拿那么多的政府标案，然后呢回答媒体问题的时候又有一点点轻率，反正我是人头，我都没有去开标，才会回头被质疑说到底是为什么？最后一个，刚刚我所讲的这一位王红军，对不对？他是原本的老板，那他为什么要找他合伙？搞了半天我们也不清楚啊，没想到徐巧芯去查，才发现说，蛋姐嘞，因为王红军他之前有过诈欺的这个前科啊，所以呢他才我来想呢所以在叫别的朋友去做负责人嘛。那他有没有进厂去维修？有进到军区去维修，就是他实质进去维修的啊。以工读生身份去嘛，那以工读生身份去，就今天我叫你来就去了。那诈欺犯进营区。这个事情已经确定了，因为在质询过程当中，一开始军方还不敢回答，后来一确认，这个人有进来，那为什么要进来？因为我们的标案就是叫他进来维修电脑啊。结果呢，维修电脑的人居然有诈欺的这个前科，也让国防部在这一场军营当中有一点点脸上面子挂不住。所以你就看到了过去这2个礼拜一连串的在野党立委的爆料的质询的追究的按铃控告。一句话形容说，如果你在这个屋内发现了一只小强，那代表屋内有很多的小强，该不该查？赶快去查一查，不然你怎么渡悠悠之口？
立法院现在还要决战1.25兆的超级国防预算呢。好，那1.25兆8年400亿的美金的特别预算，TDOM 台湾之盾，现在因为立法院中泰院长直接不附属，双方卡死，那已经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会有了。但回过头来，就大家会关心说，两岸的局势这么紧张，我们要依赖就是我们的国军跟国防部长。是，所以国防部长顾立雄，他以前是律师出身，来当经管会的主委，现在当国防部长，还当之前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所有的立法委员跟军专就盯着他看。那什么事情问他，问完以后，大家讲说，这还真的是跟以前的国防部长看来不太一样。案例一，这个是什么？这是国防部公布的。那我也先跟观众朋友报告哈，我完全理解是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都会跟他讲说，共军已经越过海峡中线了，这个航空母舰已经越过台湾海峡了。我们国防部都不知不觉，国防部讲说我们知道啊，你怎么都没公布？每次都是日本自卫队公布我们才知道，对不对？所以国防部现在改变做法，好，我们有拍到我就公布。所以国防部是主动哦。首度公布了中国大陆的福建号，它在通过台湾海峡过程当中的这个照片，有没有？就在通过这照片，他把它公布出来之后呢，顾立雄部长他就表示说，这个全程监控之后发现，第一个，这个航空母舰上面的甲板，俊阳哥，因为什么叫航空母舰？它可以在那边起降，等于是个移动的基地嘛，对不对？海上的城堡嘛。Normal 回零机，他讲的没错啊。对啊，眼睛肉眼所见都没有。他讲的没错啊。第二个，他只是要这个回长兴岛，没有什么特别的军事任务，也没有什么军演。两句话讲完以后，被很多退役的将领质疑了。你要质疑他什么？他画面在这里啊，没有飞机啊。你看到在甲板上没有，但是它的机库有没有？因为这个航空母舰。它在甲板上面有飞机，它是坐升降机上来的，它可以沉下去以后，它藏在机库里面嘛？对，你如何断定机库里面没有？当然这是退向问啊。第二个，你怎么知道啊？他是要去回长兴岛，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任何的军事任务？所以呢，这个顾立雄部长所讲的内容就被我们的这个相关笑你外行啊。对，但是问题是这也很难啊。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被问了以后，如果什么都不讲，那好像没有掌握。但讲了以后，大家讲说你的情报是精确的吗？如果讲错的话怎么办？那当然，顾立雄部长现在目前他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了。那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好多的明星都没有当兵，不公平。为什么我要当兵，他们不用？是不是要花钱或干嘛？所以国防部现在目前出铁腕，直接跟大家讲，观众们很简单以往在这个身材部分，就是说 BMI 以及身高。我们以前只要身高超过196公分，比如说198，198你就不用当兵了，因为太高，你没办法这个在行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这个配合。另外，150公分以下男生也不用当兵了。新的规定是什么？俊江哥，你就算长到300公分当然没有那么高的人，220、210、200要当兵。那身高呢，矮于144公分的话才不用当兵，145也要当兵哦，因为你可能做一些文书作业。第二个 BMI。要45以上才不用当兵，很胖你才不用当兵。我用我当例子就好了哈，我183公分，就像哥你知道我要 BMI 45的话，我要多重？我要155公斤，就是你看我要变成155公斤，大概是2倍重，我才有可能不当兵。所以很简单，这4个字都要当兵，以后就是朝这个方向去进行。因为可能大家会有抱怨，要特权什么的，可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它的规定以及它的公平性，可是民众感受不是这样。民众感受会是，要神哦，但随便挣钱啊你这边挣钱啊，打开电话就可以这边但就像个网络的攻击跟新战是早开始的，不要打啦，打不赢啦，或者怎么样，赶快呼吁解放军来武统台湾。像这样的言论以前没有特别处理，未来怎么办？未来只要在网络上面有去推说要干嘛，让大家能够知道鼓吹战争，用实体或网络的话，要罚100万元。去加强这一些所谓新战上面的攻防，不能够讲任何东西，然后去中心化，因为我们就是看到中国大陆在做的都是反斩首计划，我们在斩首，我们要反斩首计划，我们要怎么做？就是当你总统被斩首了，还有副总统，副总统被斩首了，还有行政院长，行政院长被斩首了以后，还有相关的司令，司令被斩首以后，还有对不对？这些连长、营长、排长、班长。去中心化，你不用人家指挥，你只要一个人带领5、6个人，我们就是个作战单位，不用等上面指挥，我们就去努力，这就叫反斩首计划的去中心化作战思想。好，听到这个地方，导播我们再来看一次。顾立雄部长那个画面问到一半，嘴被加亏，修蛋姐，金价临沂军工及库位工，对我就是人头，你金价金嗨，你真的把部长的脸给打肿了。对我从来没有看过顾立雄这种表情，这种表情是说明了哪一些密码，你知道吗？就代表说他可能被底下的蒙蔽了，就是因为国防部里面有一些人脉关系的话，直接把这个标案给他了。那这个中间的作业过程流程来讲的话，有没
没有缺失？我相信可能顾立雄自己本身来讲都被底下的隐秘了，所以这件事一定要查。而且顾立雄你看到这几天的表现来讲的话，感觉开始有一点荒腔走板了。为什么呢？一开始比如说有些厂商他去标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军售案的标案那就其次，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接下来后面你看到他在处理这个内部的这个资讯案件来讲的话，他这个张开嘴巴的这个动作，就代表是一个什么意思？他可能被蒙蔽在内了。他先前都状况外，他状况外了。对，那如果是状况外的话，他怎么可以做正确的决策呢？他如果底下的幕僚没有给他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一个讯息来讲的话，他在做任何的决策，包含有可能什么？因为现在他在第一线哦，他第一线呢，他面对共军哦，面对解放军哦，如果底下告诉他说解放军没问题，结果人家打过来怎么办？所以他决策来讲就会有失误，就会有失灵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就在怀疑说，到底是不是在旁边那些国防部里面的幕僚，我笑你外行人，我就笑你不懂国防。确实讲很多话也荒腔走板，不然你真的把部长害死了。没错，他2、3天前还在那边大律师上身，你记不记得？爆气呀！对，当然，因为本来国防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那不一定是说一定是军事专业的才能够做部长的位置，但是你至少要什么查明真相，然后你要明察秋毫，你要知道底下人在搞什么鬼。我们知道说有很多过往来讲的话，为什么很多文官文人到了那个位置上去之后，结果被蒙蔽掉了？为什么？因为底下你就笑你不懂啊，说我就笑你不懂，我就吃定你不懂，吃定。我想吃定顾立雄，然后顾立雄来讲的话，他要透过各种手段去查证，不断在查证。你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小到这种标案，这个标案虽然说钱不是那么多，对整个军售案来讲的话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如果说刚我提到的，它涉及到要跟解放军之间要不要正面冲突作战的可能性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你讲到了重点，现在不是顾立雄出来爆气，最后变成了里外不是人猪八戒这个层级，而是整个国家安全系在一个状况外的国防部长，这个才严重啊！问题在这里，因为你知道吗？他接下来不是已经有授权一些小部队，假设说如果在现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去中心化的作战模式，然后这种作战模式基本上就不会上报到那边。然后很多人说，这是你要有小兵来承担这个，真的，我的看法是认为说，你如果要让这个地方的第一线的部队来承担这个责任的话，那第一线部队给你隐秘不报嘞，我这个部队可能就被歼灭掉了。我隐秘不报的时候，你不反还以为是这个太平关的时候，那就完蛋了。那个整个决策模式完全乱了套。在中日这场冲突，北京寄出的旅游禁令，到底对日本的观光伤筋动骨了吗？嘟嘟好相反。你来看看11月，中国旅客前往日本人次比去年还多嘴巴反日，身体很诚实啊。该买的药妆、该看的雪、该逛的迪士尼，一个都没少。那中国的想法是，你们都不要去日本，我们改去南韩好不好？偏偏南韩社会反中抗议，你根本压不住，甚至最近爆发了过去10倍的大量的人潮，他们高喊滚出去。南韩社会很清楚，你不解除限韩令，其余免谈。所以我们来看看，居然传出了腾讯出资准备买下 SM10% 的股份，哇！中日冲突禁韩令解除，有谱了吗？好，来看到这一波禁旅日令啊，真的是很有趣。好，受害者竟然是南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现在发现说呢，大家都说中国政府宣布说不可以去日本玩，但是你知道吗？今年去的人比去年同期的人还要更多，而且现在呢，访日的外国旅客竟然天哪，1/4中国客还是最大宗，所以呢，你怎么进都没有用，依旧抵挡不住那颗爱玩的心。那你知道吗？今天中午最新的新闻是呢，中国旅客你知道在国际上的素质那是有名的差啊。有3个中国客呢，就在日本的东京羽田机场你看到画面上3个中国客人跟2位的台湾旅客就在现场发生了争执。你看指着对方大骂穿着羽绒外套，你看指来指去，然后劈头大骂，你知道吗？骂得很难听啊还直接叫嚣说台湾是中国的给我刚才那就拍起来。但你知道吗？整段影片只看到台湾旅客的素质安安静静，然后用日文跟现场日本警方去沟通，结果日本网友炸锅了，日本网友生气怒喊说赶快滚出去。好，你再看到这一幕，导播我们继续播，这个是今天下午爆发的现场的画面，人家下戏下整脸丢到国外去了。而看到这一幕，谁最有感？南韩人最有感。这样的观光客，你的钱不赚也罢。好，
那怎么会呢？怎么有钱来，有人不想赚呢？因为啊，这个禁旅日令，结果呢，有一批的中国旅客呢，就跑到南韩去了。但你知道吗？现在我刚刚讲的嘛，南韩人实在是觉得说很讨人厌呐，因为现在南韩旅客他们现在跑到了首尔的驻中国大使馆去抗议，而且这个抗议的次数呢是10年来的这个最高，还是去年的10倍之多。他们直接在现场喊什么 China out China out， 这样不断的举这个他们的国旗，然后这样子呐喊。为什么？因为他说很多的中国旅客到南韩去，造成了超多的观光公害。李在明现在怎么办呢？看到了这个中国跟日本两边已经在僵局了，他直接表明态度说，我站在中间哦，哪一边我都不靠哦，我也不会去找你们任何一边握手。也就是这个态度，让中国哇看到了一线生机呀，进来跟李在明见面呐，看到这样的一个笑脸，你知道吗？在上个月初11月1号的时候，南韩举办了 APEC 的峰会，习近平到现场去跟李在明你看最糗吧糗了嘛，因为习近平拿了2台的小米手机，就是桌上那2台黑色的盒子，然后说这个送给您跟您的夫人还说这个手机虽然是小米的，但荧幕是你们南韩做的。哇，李在明看了之后呢，摸一摸，然后跟他讲说，这个通讯是不是安全啊？给你猛攻，你有没有监控我啊？这个是洗脸呢，有没有开后门啊？会不会把我们的个资传回北京啊？好但习近平呢在现场也是跟他开玩笑啦，说那不然你看看有没有后门啊？哇，那个李在明还开心的这个拍手，然后2个人这样笑的这样一团和气。但现在呢，你知道2个人呢笑归笑，但是不要忘记9年前其实中国是有发布限韩令的，还没解除吗？还没解除这个冷冻至今。那现在传出可能会慢慢要松绑了吗？风在哪里吹？在这里南韩有4大娱乐公司，他们说有中国来跟他们接洽，说明年1月能不能去中国办韩国的 K-pop 演唱会。好，我们听嘉芬讲到，如果限韩令真的给他松绑，那是天大地大的事。不过话说回来，这8、9年限韩限韩，他照样哈韩，可是国家不准你哈怎么办？你就要跪给谁？最后画虎不成反类犬呐！在限韩令之下呢，衍生出了超多4不像的东西。首先来看到这个怪象，你知道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它是一个跨年晚会的现场表演哦。湖南卫视这是多么大的官方电视台，他找来了一票，而且都是1线女星，然后呢，他们去演唱了这个非常有名的舞蹈，全球播放量破亿次的阿帕次。你知道这首歌大家都会唱，是，连我小孩都会唱。阿帕次，阿帕次，对，还要带动作，有没有？带那个阿帕次的动作。结果呢，我们都很期待说它应该是搭配那个阿帕次，然后那个动感的舞曲，然后有这种韩团的感觉。但你听，他唱的是什么？中国版限定的，怎么是中文版的歌曲？而且他还给你拼拼凑凑，他后面接的是蔡依林的歌，因为他不能播太久阿帕次啊。什么我们放肆闪耀，什么鬼台词啊！我的天哪！所以你知道吗？他在这个阿帕次当中，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大外宣啊，他要给你放肆闪耀嘛，所以你就觉得根本就是啦，你直接糟蹋去金瓜了哦。有啊，所以听了怎么办？一下子马上冲上热搜哦，中文版阿帕次哦，难听哦，然后大翻车，又土又难听，冲上热搜不是国家的光荣，是你们是把这首歌给玷污了。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天哪，实在是太丢脸了。好，另外呢，也有一位粉丝也生气了。这个是艺人杨丞琳，他最近的新闻也很多，很多跟中国的新闻，那也台湾的观众也非常关心。好，这个是他去上一个大陆的综艺节目，然后他也选了一首韩团的歌曲。这首韩团呢也是非常有名的 aespa 的 Next Level， 你知道吗？这首歌的韩文版是非常动感，而且他的手势动作非常的简洁有力。但是因为限韩令说好的韩文呢？说好的 K-pop 呢？来，你看他刚刚那个有没有 level 有没有？他 level 的很没力气呀。你知道人家韩国的 level 是怎么 level， 然后呢动感断点都是到位的。姆哥杨丞琳跳的又是韩国人编的舞蹈，你知道吗？东凑西凑拼起来，就是4不像啊。所以这个限韩令呢，也造就了当地非常多这个热搜，但是大翻车的现象。好，廷辉，我们看到了中日这场冲突，人家北京抹民倒灰，不要你去日本玩，结果去的人反而更多，要把你导引去韩国，结果韩国上街10倍抗议你 China out， 怎么会这样？曾几何时，他还是限韩令
它还是针对韩国的旅游业、观光业来进行制裁。然后今天来讲的话，就是为了要处理日本，所以转到韩国这边来。我再问你一件事情：如果假设过了几个月之后，韩国又搞出一个动作对中国感到不爽的话，他是不是要把对日本的限日令，然后把它取消呢？所以他根本就是什么？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了。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把东北亚关系都搞烂了、搞坏了。现在来讲的话，中国人民的他的一个身体才是真实的。去年来讲不是54万人，今年同期来讲变56万，还增加了。越近人越多，对，越近人越多，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日本他才不怕你，他今天有了这样的底气之后，他反而会跟你北京呛香说，你自己人家跑过来了，也不是你进了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进了？但是人还是心之所趋嘛，心之所向嘛。所以这时候呢，日本他才有底气。我认为接下来是日本有底气回呛北京的这个概念。那我问你，那南韩呢？对，我就好奇南韩，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所谓的南韩的禁韩令啊，这个禁韩令有没有可能在中日冲突的情况之下，反而获得能够解禁的一线曙光呢？当然，这种做法一定是中国的典型的操作手法。我就是说，你今天不乖，我就找另外一个啊。但是我找另外一个人不乖的时候，我再找另外一个。这种做法其实是中国典型做法。但这种决策有一个模式，有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如果他们联合起来，那你就完蛋了，不是吗？今天来讲，当然你禁韩令本来就不应该有，结果你今天因为处理日本，所以你禁韩令要打开。问题是现在南海民众就怕你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你跑到南海之后会不会拖累了这个韩国的观光品质啊？比如说随地大小便啊，或者是在机场就给人家干嘛之类的啊。像最近来讲，在羽田机场，不是还有个叫嚣吗？对不对？这种做法还讲人家是狗语这种都不是很尊重对方的这种做法来讲的话，难怪中国观光客受到全世界的讨厌。好，我们听到这个地方，南韩 China out， 他们不欢迎中国游客，那中国游客去哪了？哇，泰国重返了中国游客出国的第1名，继续回到榜首去。那到泰国看什么呢？3个字：四面佛。我们今天四面佛一定不能不提的这个人，等一下嘉菲要告诉我们，这个人古天乐。哇，后面的故事水可深了呢。没错，好，现在要预定就是预定什么？明年寒假的嘛。结果明年寒假呢，那个排行榜中国旅客最爱去的地方，泰国 No.1。本来 No.1 的日本呢掉到了10名之外，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去泰国？因为要去看四面佛。说到了四面佛参拜，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神迹出现啦。其中我们都知道你去拜四面佛，你要顺时针，然后呢，你要去供花，或者是呢雕大象、金像送给他。如果你许了愿，不去还愿，就会有反噬的现象，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去还愿。如果你不还愿会怎么样呢？他会来提醒你哦。你知道吗？有一对夫妻他就分享了，他们家其实已经有一个孩子，但是他们去泰国玩的时候呢，跟四面佛求说拜托了，再给他们一个女儿。结果他回来之后半年，在台湾真的怀孕了，而且真的生女儿了。然后呢，新生儿一出生，加上生意很忙，忘记去还愿了。结果呢，这个太太去大卖场买米买米的过程中，刚好米商在举办呢抽机票的活动。这个地方刚好呢是泰国双人机票，没想到太太抽中了。抽中当下，她毛骨悚然，她说：“先生，是不是四面佛要提醒我们回去还愿呐？我连机票都给你传后完，你还不回来吗？”所以这么样的不可思议的四面佛，我们要来谈谈这个人古天乐。你想象一个画面，这么大的一个 super star， 他就在四面佛前面虔诚的跪拜，他还奉献出6尊的金大象。到底四面佛在他人生什么样的一个转折打死结的时候，给了他法力无边的拯救呢？四面佛对古天乐来说呢，可以说是他人生当中演艺圈的一大贵人跟高人呐我们都很常被媒体拍到，看到古天乐去四面佛，而且虔诚的参拜，不止虔诚，他奉献的金额哇也是非常大手笔的，你知道吗？他一次的这个 package 几乎都是30几万的哦。你知道他除了跪拜之外，他请了8位舞者献舞，然后6头金像，一头大概5万多台币，所以6头光金像就30万了，还要加上请舞团的钱。那你说他为什么这么虔诚要去拜四面佛呢？原因就出在刚开始呢，其实当年还没出道进入演艺圈的时候，他是当地
的小痞子、小流氓。那因为误交了这个损友呢，所以呢去抢劫，入狱之后还坐了22个月的牢，在牢狱当中还跟狱友打架，好，所以呢刑期还增加。那后来刑服期满之后，他出狱之后呢，他一开始先去当 model， 然后拍了广告，拍了 MV， 在 MV 当中呢，就开始碰到了其他的大明星了，跟周慧敏一起在一个后台，在那边等。结果周慧敏看到古天乐站在旁边也是默默不讲话，也没看过他，面孔很深，以为他是工作人员，就说：“哎，那个帅哥，帮我买一杯咖啡。”你知道吗？古天乐当下其实已经是艺人，他待会要上节目哦，但是他依旧没有把这个我是艺人的话说出口。他说：“没问题。”我马上帮你跑腿，然后就赶快跑出去帮周慧敏买了那一杯咖啡回来。因为那一杯咖啡，周慧敏一路帮他做他的提携。为什么？因为当下呢，其实他有表明说，其实我是待会要上通告的艺人。哇，周慧敏吓一跳哈，你愿意帮我去跑腿买咖啡？后来呢，周慧敏跟古天乐讲说，你相信我，你有一天绝对会红。然后周慧敏还把他这个这么谦卑的这样的一个品性，告诉了也是当年的巨星哥哥张国荣。张国荣一听，哇，这个小子不错哎。有一天，张国荣接受了一个媒体的专访，主持人呢还问他说，如果在演艺圈当中，香港演艺圈你要找一位张国荣接班人，你会选谁？选谁？很重要哦。张国荣说：“如果在电影方面的话呢，你们可以注意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古天乐。哇，有周慧敏的背书，加上张国荣的加持，点石成金了，不得了了，就开始他的心路。但是你知道，他要开始心路之前呢，他就去拍了这个《神雕侠侣》的杨过，然后一气爆红了。大家还记得吗？在杨过当中，他的皮肤是在画面上看到非常白皙，属于奶油小生。”拍完这部戏，他一炮而红之后呢，天哪！因为人红是非多，他当年那个坐过牢的黑历史被翻出来了，结果广告都不敢找他，电影剧也都不敢找他，千丈的形象啊，怎么办呢？好，他朋友告诉他，我带你去泰国找一个高人。这个高人现在外传有可能就是他去泰国非常虔诚祭拜的四面佛。为什么？当年他拍完杨过之后呢，一脸白皙。他说要去找那个高人，但他到了泰国之后呢，这个高人一直让他等。他说我现在不能见你，你7天后再回来找我。但他已经到泰国了，怎么办？只好去沙滩玩水晒晒泰国的阳光。7天后，哇，全身欧噜噜啊！所以他的人设是在那7天晒黑的呀。是，结果那个高人看到古天乐就说你这样子就对了，用这个形象，然后去闯荡演艺圈。你知道吗？当年都是奶油小生的时代，古天乐那个黝黑的皮肤加上他深邃的五官就在香港演艺圈，无论是要演警匪片还是犯罪电影，都让他印象深刻。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